放了10幾年，讓它重見天日，推出去看一看。这车叫长江750边三轮，民间简称胯子。1958年開始在國內量產，外觀簡單又硬核，打着後排氣會發出噠噠的馬蹄音。這車橫跨3代人的經典回憶。車主回溯當年買它用了2年的積蓄買下這台車。車主說，自從這台車不騎之後，放了有10年的時間。這台胯子陪着車主走過4億的青春。車主一直看我修復老車視頻，想讓我把這車打散，重新翻新一下，保留這份美好的回憶。我答應了車主的意願，將這台老車運回車庫，回爐重造一番。先給它打牢車，看運轉起來的情況怎麼樣。沒記錯的話，應該是2塊電動車電瓶連到一塊了吧？這有一個什麼玩意？氣缸墊、油浮子，還有這些工具。這車是走到哪兒修到哪兒啊？給它連上電源，儀表也亮了。启動沒問題。把油給它換一下，估計就能着車。這還是汽油嗎？化油器先泵泵油，再次啟動。白金頭這有問題啊，呲啦啪啦的點火，跟接觸不良一樣，估計這玩意兒壞了。就是它的問題，看那白金頭上面的點已經燒得凹凸不平了，所以才會接觸不良。話說這老玩意兒上哪去找一個呢？想起叔叔年輕的時候修這種車子比較多，就來他的小倉庫裡面找找看。在倉庫裡翻來翻去找車上配件，跟我叔在配件山裡跑了整整半個小時，終於把這車的救命件給挖了出來。有東西。對，看着好像是。哦，對，就是這玩意兒。有救了。看這個新的頭對比這個舊的，這個頭就比較平整，給它換上去。嘿嘿，成了，有火了。我去，着了！这也太厲害了啊！30多年過去了，聽聽這發動機，沒那個雜音，怠速也相當的穩，那排氣的聲音。只是簡單換了個白金頭就着車了，這玩意兒真是太不可思議了，太硬核了。現在還有一個問題，就是加油門有點不太順暢。這邊這個化油器一直在滴油，把化油器徹底拆解，把油道、主副亮孔、油燈、福子室全部拆出來，用汽油浸泡刷洗，每一個亮孔、每一個油道都仔細吹通，最後就是按照拆解的順序重新裝回。哎，这感觉才对吧？马蹄音，特別正宗的馬蹄音，哇，太棒了！這聲音只有男人才懂它的魅力。毫不猶豫給它洗個澡，試試它的動力。
這玩意兒骑的真是太爽了，趁热打铁，全部给它拆了，给它恢复成新车的状态。拆解这台老长江的过程真的是越拆越上头，从里到外都是实打实的金属，没有花里胡哨的東西，全是硬核机械结構，才能扛得住这小40年的風雨洗禮。全部拆解完了，大部分的螺丝滑压断裂，橡胶件老化开裂，很多铁皮件也生锈的不成样子了。这将会是一个大工程，咱们一一的将它们翻新成新的状态。先来修复这台 750cc 水平对置拳击手发动机，全是10幾年積攢的老油污，大家說清洗乾淨後會不會影響它的灰電平衡？我的方案是用乾冰清洗的方式給拳機做 SPA， 先對着油污最厚的箱體部分低壓掃一遍，油污受冷硬化，高壓打進去直接脫落，緊趕慢趕，就這樣還弄了一下午的時間。剛才漆黑的老發動機現在露出了鋁製原有的光澤，摸起來的手感乾乾爽爽，比我洗臉都乾淨。接下來推進屋內檢查發動機老化的易損件，這真是開了天眼了，這哪是齒輪油啊，分明是芝麻醬，徹底失效潤滑能力，幾乎為零。拆開邊蓋查看內部情況，真的是又開眼了，裡面的齒輪全被油泥給糊死了。這裡面發生了什麼？這還是油嗎呢？下一步拆解缸頭活塞，缸壓上不去，一切都白搭。環口間隙大的離譜，目前得把這2個活塞以及活塞環換掉，再把它們全部給清洗一遍，動力就能恢復到出廠狀態了。拆下來的部件扔進超聲波清洗機，讓它在裡面好好震一震。箱體齒輪用清洗劑也好好沖刷一下。清洗出來的效果讓我非常的滿意。另一邊，缸頭過完超聲波，又進入噴砂處理，把難處理的缸頭散熱片鏽跡全部一頓吐露掉。從噴砂機出來的缸頭金屬質感拉滿，拿到噴漆房給它安排上耐高溫專用漆，噴出來的效果有種磨砂的質感。接下來就是重組發動機，裝完缸頭，開始調試氣門間隙。修復完的缸頭，鋼牙鏗鏘有力，有種想蹦起來的感覺。車子外觀跨斗金屬件，生鏽的地方打磨，坑洼不平的地方用膩子填補。接下來就是重頭戲，用打磨機逐步找平每一個地方。根據原車顏色調製復古橄欖綠，全車漆水。為了後期不再生鏽，先給表面噴塗一層環氧底漆，緊接着就是這種橄欖綠的色漆噴塗。是時候該把這一地零件給它裝成一台嶄新的車，開走。
收拾你的房間，別再站着反側，等會兒陽光會照在你的旁邊。整整1個月的時間，87年的長江750從修復打造車，然後全部拆散、打磨、分期、再組裝，现在已經回歸到了當年光鮮亮麗的樣子。大哥，车弄好了，按照您的要求来的，特別的漂亮。走吧，咱看看。好，走。這個顏色，綠色的是吧？你要的那種啞光質感的，磨這個漆，這種磨砂的，這是我最喜歡的。現在等於說就是您當初剛買的時候樣子，一模一樣的複刻出來的。太好了，太好了。還是原來聲音吧，很正的。這個發動機現在聽的聲音力度比之前要大很多。對，是不是？对，牛逼！試一下呗。你覺得我手藝咋樣？沒得說，太棒了，就值了，十分感謝。剛才大哥在鏡頭裡面表現得很緊張，沒有把內心的話給表達出來。但是當鏡頭放下的那一刻，他跟我聊了很多關於車的故事，整個過程聊得也很開心。大哥還很熱情的邀請我吃飯，我也特別的高興，又幫一位粉絲圓了夢。